深夜的一个小巷子里，小混混正在殴打一个女人。突然，一名男人抓住混混的手，狠狠地甩到旁边。没想到混混也会一点拳脚功夫，和男人还能过上几招，但还是被男人打得节节败退，最后直接将其摔在地上。混混一看男人如此之猛，吓得赶紧逃离了这里。男人名叫云顿，是一名顶级的职业杀手。女人为了感谢云顿的救命之恩，便邀请他来到酒吧喝上一杯。两人把酒言欢之后，顺其自然就来到了酒店。一阵翻云覆雨之后，女人递给云顿一瓶矿泉水，云顿毫不犹豫直接喝了下去，随后便晕了过去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云顿已经躺在了一个放满冰块的浴缸里，昏昏沉沉地爬起来，穿起浴袍后，瞬间感觉背后传来一阵剧痛。照着镜子一看，发现自己的一个大腰子被割掉了。接着他便观察房间，找到了一个卖腰子的协议书，还有自己的签名，同时还有一些药物和一些美钞。这样就算报警也没用。云顿瞬间明白，原来从解救女人的那一刻就中了别人的圈套。更关键的是，他只有10个小时找回自己的腰子，要不然很可能会移植到别人身上。随后他立即给好友光头打去电话寻求帮忙，很快光头就带着手下来到酒店，并给他带来镇痛剂。云顿强忍着疼痛打了一针镇痛剂，然后直接戴上墨镜，打算去昨天晚上的酒吧找那个女人。就在这时，弟弟也赶了过来。由于弟弟会当地的语言，于是二人一起来到酒吧，找到了前台服务员，希望能找到昨晚的女人。但服务员不但不理会我哥，还叫来旁边的保镖动手动脚。云顿话不多说，拿起圣经开始反击。别看他丢了一个腰子，但身为一名职业杀手，武力值丝毫没有减退，对付这些小咖拉还是绰绰有余，根本毫无悬念。最后一个勾腿小弟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，接着一把抓住服务员的脖子，再次逼问昨晚那个女人的下落。服务员吓得赶紧告诉云顿，女人名叫丽莎，是当地人贩组织的一员，专门贩卖人体器官，而他们的老板是一个叫雷克的男人，手下更是有3000名小弟，根本无人敢惹。但云顿可不管那么多，根据线索，他来到了雷克的俱乐部，这里正在举办一场拳赛。云顿四处游走寻找丽莎，很快他就发现站在一旁的丽莎。这个男人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的一个腰子丢了，但他不能休息，一定要在10个小时之内找到自己的腰子，因为这个女孩正等着移植他的肾。原来女孩是他弟弟的女儿，也是他的侄女，却万万没想到一伙人贩子却提前偷走了他的腰子。在好友光头的帮助下，云顿很快找到了和他过夜女人的线索。就在他们一行人开车前往的时候，却发现后面有一辆车在跟踪他们。云顿一看，这帮家伙实在太过嚣张，偷了我的腰子还敢跟踪我，于是他提前下车，绕到了混混的面前，一拳狠狠地打在了他的逼脸之上，然后直接锁住这家伙的大脖子。另一个小咖拉刚掏出手枪，下一秒就被云顿直接一脚踹在反光镜上。小咖拉想开车逃离，但前后都被车辆挡住，而云顿也一直锁住其中一个人的脖子，死活就是不放。但最后还是被这个家伙撞开前面的车，将云顿甩了出去，最终逃离了这里。晚上，云顿来到了地下拳击俱乐部，经过一番寻找，终于在一处角落找到了丽莎。丽莎看到云顿并没有逃跑，而是很配合地进了一间屋子，然后告诉云顿腰子是被老大雷克割走的，自己只是被逼寻找目标，他也想摆脱这样的生活，并苦苦哀求云顿放过自己。就在这时，老大雷克带着小弟包围了二人。云顿见状立即询问雷克把自己腰子弄到了哪里，但没想到雷克却表示腰子已经卖了，还满嘴脏话的挑衅云顿。就在这时，弟弟突然出现，并用枪指着雷克二人。云顿趁其不备，一脚踢掉桌子上的箱子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。3秒钟不到就轻松干掉了2个小咖拉，而狡猾的雷克却逃离了这里。云顿见状，带着丽莎开始追击，却被一个小弟拦住了去路。对方招招攻击，伤口毫不留情，二人从走廊一直打到了比赛的擂台，瞬间成了全场最靓的仔。虽然失去了一个腰子，但我哥依然虎威依旧，凭借多年的实战经验，只听咔嚓一下，彻底将对方送去领了盒饭。完事之后，他继续追击逃跑的雷克，双方在过道里展开了激烈的火拼。没一会功夫，雷克的手枪就没了子弹，这个家伙不讲武德，掏出一枚烟雾弹就扔了过去。云顿再现男人风范，一把护住丽莎。等他再去追击时，雷克早已逃之夭夭。回家的路上，丽莎知道了云顿的腰子是为了救他的侄女，于是主动拿出3万美金给侄女用作医疗费用。但现在找回腰子的线索断了，云顿提议用逆向思维寻找线索，割掉自己的腰子肯定是移植到别人身上，只要找到医院的登记册，看谁匹配过他的腰子，就有可能谁是幕后黑手。这时弟弟表示自己认识一个黑客朋友，可以黑进医院查到登记册。很快弟弟就从黑客朋友那里得到了资料，对方是一名军火商，各方面的指标都与云顿非常接近，据说还长期患病，看来这个家伙就是幕后黑手。随后几人回到弟弟家中，准备休息一晚，明天一早再去找军火商。此时云顿敏锐地捕捉到了一张纸牌，他瞬间想到了自己被割腰子的那晚，对方也在桌子上放了一张纸牌。他瞬间感到不好，让3人赶快离开窗户。但没想到光头正想去冰箱拿饮料的时候，里面却安装了一枚手雷。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，屋子里的所有人都被强大的气流冲击倒地。光头就此含泪告别了地球。这个大叔打开冰箱准备去拿喝的，
却没想到里面安装了一枚手雷。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，屋子里的所有人都被强大的气流冲击倒地，而光头却被送去领了盒饭。看着死去的好友云顿，怒火中烧，即使拿不回丢失的腰子，也要让这帮人渣血染半边天。随后二人立刻来到军火商的别墅，云顿偷偷潜进院子，轻轻松松解决掉几个小弟，接着又在每个角落安装好炸弹，然后带上夜视镜之身闯入院内。首先让弟弟遥控炸坏别墅的电闸，整栋别墅漆黑下来。外面的小弟见状立马冲进去查看情况，但被弟弟按下遥控炸弹，把外围的小弟炸伤大半。云顿带着夜视镜犹如暗夜猎手，疯狂收割小卡拉。但此时别墅的灯突然又亮了起来，大厅出现了多名敌人，同时对着云顿开枪反击。云顿迫不得已只能被迫躲在墙角。弟弟见状开车冲进别墅，直接丢了个炸弹，把在里面围困哥哥的敌人全部炸伤。云顿趁此机会开始反击，基本上是一枪一个弹无虚发，没一会功夫就灭了全部小弟。最后云顿一路寻找，终于找到了身体虚弱的军火商，但对方却丝毫不慌，非常淡定。原来雷克早已埋伏在他身后，还用枪指着云顿的脑袋。雷克正要开枪时，云顿一个跳起后踢两人同时倒地。雷克还想开枪射击，却被我哥一脚踢开，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。原来这个家伙也是特种兵部队出身，身手也非常厉害。云顿现在只有一个腰子，战斗力下降很多，所以一下很难制服对方。就在双方难分胜负的时候，弟弟突然出现，一枪打在了雷克的身上，但这个家伙却穿了防弹衣。军火商见状想要起身拿枪，但下一秒就被云顿一拳打晕。雷克还想和云顿大战300回合时，却不知道自己的大动脉已经被划伤，流血不止，慢慢的开始倒在了地上，领了盒饭。二人威胁军火商来到一间卧室，而床上躺着一个虚弱的男孩。原来男孩是军火商的孙子，也患有肾病，急需要更换腰子，而云顿的腰子已经被移植到男孩的身上。愤怒的弟弟举枪就要杀掉男孩，只有这样自己的女儿才能获救。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，最终还是没有扣动扳机。在云顿的劝说下，二人最后离开别墅，来到了侄女的医院。云顿抱着侄女思索万千，弟弟也发现他血流不止。云顿自知自己已命不久矣，嘱咐弟弟一定要将腰子移植给侄女。故事的最后，云顿用自己的生命延续了侄女的生命。电影至此结束。